说到垃圾食物，我敢打包票，10个香港人里面9个第一时间想到的一定是方便面。大家心里面都会有一个声音在喊：天哪，那个面条里面的防腐剂多到吓死人，多吃几包分分钟变成木乃伊，简直跟吃毒药没分别。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可能令你跌破眼镜的真相。最近世界卫生组织和全球几大权威营养学机构联合公布了一份全球5大垃圾食物排行榜，大家心目中的万恶之首方便面竟然连前10名都排不上，真正霸占榜首的那几样东西才是彻头彻尾杀人于无形的血管头号杀手。最让人震惊的是，在这份榜单中被国际公认的毒药，我们很多香港人差不多天天都在吃，甚至将这些东西当成日常生活中最美味的食物日吃，吃得津津有味。今天的分享你真的需要一字不漏听进去，因为你平时以为很普通，甚至以为很健康的食物，分分钟正在慢慢侵蚀你的血管。在揭晓这5大杀手之前，我们得先来帮方便面稍微澄清一下。方便面没进前5绝对不代表它健康，很多人都误会了，以为方便面能摆好几年都不坏，肯定是加了成吨的防腐剂。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市面上买到的大部分方便面都是靠油炸或者高温烘干的技术，把面饼里的水分彻底抽干。大家都知道，细菌和微生物需要水分才能生存和繁殖，既然连水都没有，微生物根本生长不了，所以技术上面饼本身就不需要添加大量的防腐剂。方便面最大的致命伤其实是那块油炸面饼含有比较多的饱和脂肪，还有那包调味粉的钠含量严重超标，你吃一包可能已经吞下了你一天应该摄取的盐分上限。但是只要你懂得破解，例如煮面的时候把面饼过一次热水，去掉部分油脂，那包调味粉只放1/3甚至1/4，再自己加2条菜，打个鸡蛋或者加几片瘦肉，其实勉强也可以变成一餐普普通通有碳水有蛋白质的能量来源。不过接下来我要讲的这5大全球公认的垃圾食物就完全是另一个层次的恐怖，它们全都是经过极度深度加工里面的有害化学物质、坏脂肪、糖分，是由内到外死死地和食材本身结合在一起的，你根本没办法靠过一下水或者用热水冲洗就把它们弄走，这些东西一落肚就直接冲去破坏你的血管。第一大血管杀手，加工肉类。这种东西绝对是香港人早餐和茶餐厅餐牌上的常客，茶餐厅人人都叫的餐蛋面，那一块块午餐肉，烧烤时一定要烧到香喷喷的香肠和红肠，还有那些全日早餐里煎到脆卜卜的腌肉和肠仔。很多人为了安慰自己会觉得这些也不过是肥一点点而已，没什么所谓。大家听清楚，世界卫生组织一早就已经将加工肉类列为1级致癌物，这与石棉和香烟处于同一个最高风险的致命级别。为什么加工肉会毒成这样？最大的原因就是出于它特定的加工过程。为了让那块肉呈现粉红色，看起来好吃，同时能摆在超市货架上几个星期都不发臭，工厂必须要添加极大量的亚硝酸盐去做防腐和固色。亚硝酸盐平时听起来不像毒药，但当你把亚硝酸盐吃进肚子，它到了我们那个胃部的环境，跟肉类本身的氨基酸一结合，就会产生化学反应，变成一种叫做亚硝胺的极强致癌物质。除此之外，它对于血管的破坏力简直是灾难性的加工。肉类的钠含量高得离谱，香港很多人都有高血压，这些加工肉绝对是功不可没。你在茶餐厅吃2份午餐肉里头的盐分已经可以让你血液的渗透压及时飙升。还有为了让加工肉好吃，里头混进了大量劣质的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这些脂肪落到血管里就会变成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坏胆固醇。这些坏胆固醇就像河床底下的流沙，顺着血流在你全身到处漂浮，一旦堵住心脏血管就是急性心肌梗塞，堵住了脑部的血管就是中风。香港有很多人30-40岁就突然中风，翻查病史一查之下，原来从10几岁读书开始，日早餐都是餐蛋面加火腿通粉，这种为了贪方便贪便宜而发明出来的加工肉，绝对是破坏血管的第1号冷血杀手。第2大血管杀手，台式奶茶与手摇饮品。这类饮品近几年在香港真是开得成行成市，铜锣湾旺角几步路就有一间，无论是穿着校服的中学生，上班累到像只狗的打工仔，还是下班后想轻松一下的大人，几乎各个行街都人手一杯。很多人会自我安慰，觉得喝杯奶茶只是解解渴而已，又不是直接吃猪油，怎么会侵蚀血管呢？如果你这样想，那就大错特错了。手摇饮品最致命的地方有2大极容易被忽略的特质，第一是假奶，第2是廉价糖浆。香港人千万别天真以为20-30块钱一杯的平价手摇饮品会真的用鲜奶给你，
为了降低成本，同时让杯茶更加香滑，绝大部分用的都是奶精。奶精这个东西根本一滴奶都没有，本质上是植物油经过工业氢化过程之后硬生生打成的化学粉末。在这个氢化过程里会产生大量的反式脂肪酸，反式脂肪可以说是全人类的公敌，因为人体的代谢系统根本就将它当成外星怪物，完全不知道怎样去分解它。你喝进肚子里，那些反式脂肪就会在你身体里面到处流窜，堆积在血管壁。世界各地的医学研究已经讲到明明白白，每日吃太多反式脂肪，患上心脏病的几率会急剧飙升超过20%。再讲糖分，手摇饮品店为了冲掉方便糖的甜度容易控制，全部都是用一大桶一大桶的高果糖浆。大家要明白，这种果糖跟我们平时吃饭消化出来的葡萄糖完全是两回事。葡萄糖进到身体全身上下的细胞都会把它当成能量拿来用，但果糖呢，人体里面只有一个器官可以处理，它就是你的肝脏。当你大口大口将一杯全糖或者半糖的饮品吞下肚，海量的果糖就会像海啸一样直接冲击你的肝脏，一时之间肝脏根本处理不来。面对这么多糖，身体没有办法，唯有将那些过剩的果糖马上打包转化做脂肪。这些脂肪一部分会囤积在你的肝脏变成脂肪肝，接着还会漏出来流入你的血管，让你的三酸甘油脂升高。三酸甘油脂一高，你的血就会变得像电弧一样浓稠。很多人以为自己喝微糖或者3分甜就没事，其实手摇饮品店的标准甜度本身就已经是超标的，一杯3分甜的糖分依然远远高过你身体每日需要的极限。长期的高糖反应会产生糖化中产物，直接破坏血管内壁的蛋白质，搞得血管提早老化，变得又硬又脆。一到冬天，天气一冷，血管一收缩，血压一飙升，就很容易爆血管，非常危险。第三大血管杀手，煎炸零食与快餐。市面上的快餐店或者零食厂在炸鸡腿和那些脆补补的炸物时，通常都会用棕榈油或者经过氢化处理的大豆油，这些廉价油本身就含有极高比例的饱和脂肪。最惨的是，快餐店的油炉里面的油是经过反复高温加热，不断翻炸，炸了10几20个小时都不换。油的化学结构一早已经完全崩溃，随之而产生出海量的自由基致癌物质，还有源源不绝的反式脂肪。当你把那一口炸鸡或者10几条薯条吞进肚子，其实你吃下去的是一堆已经死掉变了质的劣质油脂。那些有毒的脂肪一进入你的血管，就会引起全身性的慢性发炎。你可以把那些自由基和发炎反应想象成砂纸，不断的刮花你的血管内皮。原本很光滑的血管内壁一旦被刮损，变得凹凸不平，血液里那些坏胆固醇和脂肪就更加容易在这些破口上沉积下来。这个过程就像滚雪球一样，越积越多，最后形成一坨坨的动脉硬化斑块。如果这些斑块不稳定，突然之间爆裂，你身体的免疫系统会误以为那条血管正在流血受伤，立刻派出大量血小板去止血，结果缺口反而被血小板一凝固，一瞬间就把整条血管堵死。这就是最典型的急性心脏病发作。很多年轻人以为自己20几岁，餐餐吃炸鸡薯条都没事。大家如果去看一下他们的心血管，血管年龄分分钟已经老化到像70、80岁的老人家，距离彻底堵塞只是一线之差。第四大血管杀手，精致淀粉类。这一类上榜的血管杀手，很多香港人真的是天天吃，甚至当成正餐吃上瘾了。最经典的代表作就是我们天天在面包铺看到的方包、菠萝包、鸡尾包，还有市面上大量包装饼干、雪芳蛋糕、甜品。大家要知道，用纯白面粉做出来的东西，本质上跟直接吃白糖、白米饭是没有分别的。现代工业化生产出来的白面粉，在打磨加工的过程里，已经将小麦最精华、最有营养的麸皮和胚芽全部磨走，剩下的只是纯的碳水化合物。这些白色碳水膳食纤维几乎是零，因为没有纤维阻挡，它被消化吸收的速度快到极致。当你早上吞下一个菠萝包，里面的淀粉质会在极短时间内转化成葡萄糖，冲入你的血液。你的升糖指数就像坐火箭一样，在短短10几20分钟之内飙升到最高点。这种高血糖的感觉会把你身体的胰岛素逼疯，被迫疯狂分泌出来救火。而胰岛素把血糖拉下来的唯一方法，就是将你那些多余的糖分全部转化成脂肪储存起来。更惨的是，如果你日日都是这种高血糖、高胰岛素的状态，它会直接氧化创伤你的血管内皮。当你日复一日，早餐吃个面包，下午茶又是件西式糕点或者蛋挞，你的血糖每天都要经历好几次过山车式的暴升暴跌，长久下去，你的细胞就会对胰岛素麻木，产生胰岛素阻抗，最终演变成2型糖尿病。更何况香港茶餐厅和传统饼店为了令港式面包做到入口松软，
又香又酥。打面团的时候是加入极大量的猪油、固体植物油和白糖。你掰开一个普普通通的鸡尾包，里面那些黄色的馅料根本就是油和糖的混合体。第5大血管杀手：重口味火锅与加工丸子。香港人真的很喜欢吃火锅，很多人总觉得打火锅有菜有肉，又是用水烫熟，应该很健康很清淡。如果你那个汤底是清水加2片萝卜，那的确是健康，但现实是大部分人出街吃或者买现成的都是麻辣或者沙嗲汤底，那些红彤彤的汤底是用大量的辣油化学合成酱料、各种化学香精粉，再加一大包盐和味精熬出来的，这根本已经不算汤，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血管毒药窝。当你将肥牛、炸响铃、午餐肉放进汤底里滚，这些东西就像海绵一样，把汤底里面最浓缩的钠和饱和脂肪全部吸饱。更恐怖的是，打火锅最受欢迎的各类现成肉丸，例如芝士丸、龙虾丸、牛丸、鱼皮饺，包装工厂为了做到咬下去弹牙的口感，还有极度浓郁的味道，里面其实加了大量的修饰淀粉、评价高脂的肥猪肉泥，以及钠含量极度超标的盐和防腐添加剂。讲白了，你其实是在吃一粒粒加入了海鲜香精的肥肉淀粉。高钠化学品，高钠让你的血压及时狂飙，高脂和修饰淀粉让你的血液到处是油，加上酒精的刺激，血管受到的压力是几倍几倍的往上加。听完这5大血管头号杀手，很多朋友心里面可能会好焦虑。照你这么说，这个世界好像没东西可以吃了。午餐肉又说有毒，奶茶又说不行，连打火锅和吃个面包都有罪，那做人还有什么乐趣？大家不用担心，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些权威的医学和营养学知识，目的绝对不是要大家做苦行僧，清心寡欲，吃素念经，从此3餐只可以吃水煮鸡胸肉和几片菜叶。香港是一个美食天堂，如果叫人完全不吃，这种讲法根本就是离地，不切实际的要保护血管。关键在于频率和替代品。我们的身体其实有一套很强大、很神奇的自我修复机制。如果你平时的饮食都是以天然无加工的原型食物为主，例如新鲜的蔬菜水果、瘦肉、鲜鱼、糙米饭或者番薯，那么在你一天里大约2成的时间里，偶尔放肆吃一餐快餐炸鸡，打个麻辣火锅或者逛街口渴喝杯奶茶，你的身体是绝对有能力去代谢并且排走这些坏东西的。偶尔吃进去的劣食问题，往往出在很多香港人将这种2成的偶尔放肆当成了100%的日常习惯。如果真是这样，就算神仙都难救了。多关心一下自己和身边人的饮食习惯，特别是当大家年纪开始大了，身体这部机器已经用了几十年，新陈代谢一早已经比不上10几20岁的年轻人，身体修复能力变弱。别等到有一天发现心脏不舒服，躺在医院病床上要做通波仔手术，甚至要做心脏搭桥，痛不欲生，还要花一大笔医药费的时候，才来后悔自己当年应该要管住嘴，不要餐餐吃午餐肉。从今天开始，对自己条血管好一点，为了你自己，也为了爱你的家里人，做一个精明又健康的香港人，为自己的每一餐做个负责任的选择吧。如果今天的分享让你觉得有帮助，记得订阅这个频道，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看法，也把这篇文章转发给身边的家人朋友，让大家都能避开这些血管杀手。祝你身体健康，我们下次再见。